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5月13号。比特币昨天这一个挖坑的位置，现底的形态有没有似曾相识？在3到4周之前，视频的封面也是有画过这个形态。那昨天跌到这个低点，我不知道整个市场很多空方的朋友为什么还是在看空。这2天视频一直在提醒朋友们，再下去应该是要兴奋啊！反正现在多单基本上全部都是在数钱，包括今天视频想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波浪目前的形态有可能还是在二浪这里，包括昨天为什么低点可以买，不要忘了2日的这一个50跟200均线的一个形态。等下来跟大家复盘一下，历史上每一次有压回这一条绿色的50 MA 的位置。或者是有破的位置，基本上全部都是买点啊。等下来跟大家探讨。复盘之前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，把你拉进 VIP 组，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那我想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希望朋友们不要去做空。手上是有好几笔多单都是在维护。就是看能不能报到未来的一个大长线，反正也是跟朋友们讲，因为之前在 PEP 高位的时候，不是有跟大家讲，我是一直在卖这个 PEP， 也是在看空。但是计算一下，它如果增加5个零跟增加10个零，就是如果 PEP 从不管你是在0.5个零的一个位置，后面是哪一个数字不重要，就算是一个9的一个数字。你去做空，它是给你增加10个零也好，或者是再增加，我不知道多少个零，就算给你增加100个零，下跌的幅度从这一个点位，或者是3的一个点位，它下跌的幅度增加100个零，也是99%。所以也是希望朋友们，这个低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低点，很多人还是在等这个25K， 也是有一些朋友很聪明啊，就是。之前在这一个低点的时候，很多人是一直在等18K，但是最终18K 都没有去测，直到19.5K。18K 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当时18K 突破的时候就是这个低点，这个箱体颈线高点的一个位置，很多人是觉得会不会去踩这个颈线的位置，但是到现在这个18K 都没有踩。然后现在的形态，等一下8点收盘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留一下。它只要能守在这个上方，昨天这个陷阱确认就是陷阱啊。不过能不能马上继续大涨也不一定啊，有可能还是在这整个大箱体里面。就算如果有再上去，后面也要小心一下，还有没有空方的陷阱，有可能也是会压回来，或者是再下去，下面其实全部都是陷阱。那我的观点是，就是这一个箱体这个高点的位置，如果能收在这个上方。这一个点位确认就是陷阱啊。还有一点，其实昨天，还是有一些空方的朋友还是在看空。我想跟大家讲，为什么要去看空啊？这一个三角破位的一个位置，理论的一个跌幅空间也是相对一个满足位啊，就是这一根空间跟这一个空间差不多，相对也是一个满足位啊。然后还有一点，2日的 K 线。里面有2条重要的欧美主力非常看重的这一个绿色的50的一个均线，还有这一条蓝色的200的一个均线，在历史上它金叉只有4到5次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2012年金叉1次，一波大牛市就是非常的疯狂；2015年金叉，然后一波大牛市就是非常的疯狂。包括2019年跟2020年，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目前整个上涨牛市的形态。不像这一个区间，有可能不是2015年就是2012年。那昨天压回的一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在压回这一条50的一个均线，而且是相对空间是有一点跌破的位置。包括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到 ，MACD 指标在周线里面破位，它如果单周能跌个10%，应该要去继续买啊。那现在其实很明显，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只要这2条线是在交叉的情况下，每一次有压回。这一个绿色的50的一个均线，甚至有破位，基本上都是买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整波大牛市的行情，从这个位置底部突破完以后，它这2条均线开始交叉，压回的位置破位，基本上全部都是买点啊。这是在2016年的1月份，这个位置
很重要的买点区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2016年的3月份，这个位置也是压回这个50这个均线，破就是买点，甚至这个位置有压回，其实都是买点啊。每一次有压回这些均线，甚至跌破的位置，全部都是买点。你要加仓或者是要再加杠杆位置，基本上应该是要找这种压回低点的位置，不要涨的时候又想着要去追啊，跌回来啊，感觉比特币完蛋了，不要这样子心态啊。现在整个均线就是牛市交叉的结构，不要去怀疑，有压回来尽量要站在买方。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一个波浪的形态，在周线里面，其实目前整个大浪形我都是在计划这一个白色的一个浪形啊，目前是在一浪、二浪回撤的一个结构，后面整理到位，时间整理到位，它会有一波大三浪。非常疯狂的一波上涨，当然也不排除大三浪有可能不会这么一帆风顺，时间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也不排除三浪里面有没有可能到时候10月份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48K 的高点，到时候一浪、三浪里面可能还会有一浪，然后还有一个二浪，相对比较长一个时间的整理，到时候有没有可能再开启一波疯狂三浪？因为三浪里面不会这么一帆风顺，就是这一个浪形里面不会这么一帆风顺，包括这个二浪现在也是不会这么一帆风顺。现在的一个形态有可能是这样子哦，这边是一个 A 点已经打到位，有可能短线要开始进行一波 B 波的上涨，B 波上涨以后还有没有一个西波？很多人如果这个低点没等到的话，不然我的观点是你再等，有可能目前还是在二浪里面的箱体震荡，你尽量就是以矩形箱体震荡为主来对待，就是这样子。这整个大箱体下去是挖坑的买点，如果有上去有这种矩形高位的时候，或者是有上方再有陷阱的时候，看要不要做一些平仓的动作。不然我的观点是有做对，其实你应该给我抱成长线，因为现在去计算未来如果比特币涨到30万甚至100万的比特币，现在因为短线的一些利润而忽略了未来整个大长线的盈亏比，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计算的 PE 也是在看空，但是最终计算一下盈亏比不划算，所以也是没有去做空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。